好，中美科技戰今天來關心的是華為的2奈米專利繞過 EUV 震撼全球。另外，我們今天也會來關心到是中美之間的這一場這個貿易戰，包括川普祭出的關稅戰，本來是要整中國大陸的，結果沒有想到大陸它的貿易竟然是突破了1兆美元，創下了歷史新高哦。那麼我們今天也會就這些議題來一起做關心。這個是科技圈的大消息，就是在這個時候呢，川普突然間宣布了H200可以賣給中國大陸，但是要有前提的，如果說賣出去的話，還是要被課關稅，抽成是針對每汽抽25%的這個稅，理由冠冕堂皇，就是說它要兼顧美國的安全，維持 AI 的領先。但是現在科技圈也在解讀，是川普真的覺得怕了，針對這一場科技戰。因為呢，其實黃仁勳早就已經多次警告川普了，他說呢，我們不能降低賣給中國的晶片品質，不然呢，中國大陸根本就是不會接受的。尤其我們看到大陸一直在做它的自產晶片，華為的實力不斷的爆發性的成長，不管是它的這個實力爆發性的成長，或者是它的專利，我們都會一起的來特別看到大陸的半導體產業每年翻倍成長，遠超過這個西方。只有年增幅大約20%，而且確實哦，大部分的人才都是華人，專利在中國現在已經在全球高達了70%了。另外一方面，大陸在這個華為的 GPU 的專利5年更是暴增了10倍，那現在專利數量更是創下了新高，包括它的算力也推上了近70%左右。現在看到是大陸的殺手鐧，被視為是要特別美國關注的，就是他們3年前推出的這項專利，有20項的這個環繞閘極的一個技術專利，號稱能夠讓 DUV 繞過 EUV 直攻哦，達到2奈米等級的一個製程。節目一開始要來特別請教幹哥怎麼看了？為什麼川普在這個時候突然間要放行 H200？怎麼看？他說我們不能降低賣給中國的晶片品質。大家還記得這1-2年來說要賣那個 H20嘛，對不對？可是到最後。他們說不要用 H20了，我們華為自己能夠做。那現在川普突然說好，那我賣 H200給你啊，這個水準就品質就比較好了嘛，對不對？不過我們還是一樣啦，我們關稅的這個還是要抽25%啦哈，這關稅就先擺在一邊。然後業界就問黃仁勳說：“你覺得中國會接受嗎？”黃仁勳說：“我不能斷定中國接不接受 H200。”然後為什麼？因為華為一直在突破技術瓶頸。他既然說，就算是2奈米的專利，他也可以繞過去。為什麼？反正我艾斯摩爾的東西我買不到嘛。那我們就怎麼樣？我們會在什麼？他說他要在一個，就是說你可能想象不到的一個領域裡面，他竟然可以說，我跟你講，我們現在用深紫外光，聽清楚 ，DUV， 用 DUV 去支援那個金屬間距小於21奈米的金屬整合技術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做出2奈米的東西。我操，這個你會不會聽起來覺得說這個技術瓶頸應該很大吧？對不對？因為你不是直接得到了 EUV 極紫外光，那這樣子做出來的晶片，它的良率可以嗎？其實我可以告訴各位，華為一直在鴨子划水那所以黃仁勳他就一直提出警告，他說：“你不要以為人家做不出來，為什麼？因為一半的人才在那裡，不是在我們美國，50%以上的 AI 人才都在中國，然後中國的專利是70%。我想請問你一下，這些數字是代表什麼意義？就是說，艾斯摩爾仍然是世界的龍頭，沒錯，艾斯摩爾一定它還是值全球牛耳的首席之位，可是華為的技術領域突破，就像我剛才講的，它直接繞過深紫外光，它直接進攻極紫外光，而且它用這樣的技術方式，雖然可能在現階段還有良率跟量產的問題，但後面它會不會達成呢？很難說哦。我是覺得說黃仁勳的警告是對的，他最後還講，他說，當年輝達95%的產品賣給大陸，現在他還要我們的東西嗎？輝達仍然是世界第一，但是我們已經失去了絕大的大陸市場。我要失去更多嗎？這個才是現在就是說川普他應該好好思考的問題才對。
好，同樣一個問題也請教上次哥怎麼看，就是繞過 EUV 那就可以挑戰2奈米。首先我還是先講一下，川普這次突然願意在全美國上上下下，眾議院、參議院，包括那麼多的這個軍事賽的專家都反對賣好的晶片給大陸，但川普突然宣布這一點，對，我認為這還是很微妙的。後續的影響我們還是要看哦。而且他要記得，他不是宣布，他還強調他跟習近平通了電話，然後他還講說習近平的部分是好像正面的回應，是這樣嗎？所以這裡頭現在還有很多的懸念在此，而且現在到底當然這意味着黄仁勳說服了啦。我覺得包括整個至少他核心的幕僚是支持的，那這個還是很了不起哦。我覺得黄仁勳真的是拼了命的，都快活不下去。當然必須得說，黃仁勳現在的這個擔憂點就在於，我們要知道，其實不只是一個一個晶片2奈米啊這些技術，主要黃仁勳這邊以 AI 晶片來說，因為他自己有他的這個 Blackwell 的框架，川普接着也說 Blackwell 還沒有給你，而且下一代的這個 Rubin 的這個，我說都是輝達很厲害的這個框架在運用的這個晶片，也不會給你啦，就給你這個 H200，但 H200 比起 H20已經厲害6倍了，算是可以的了。而且很多我知道中國大陸啊，什麼阿里巴巴，他們還是很想買啊，因為這晶片還是蠻厲害的，所以現在這裡頭我有個神奇的拉扯，值得大家關注。不過剛剛提到的部分，現在到底中國大陸買單嗎？會不會影響現在華為的權力的這個拓展？我認為不會。我認為中國大陸作為一個國家戰略，要發展出自己的晶片，即使買你一點點，看到川普的面子或黃仁勳的努力份上，但也不可能全面結構性的開展，因為中國大陸一定不能夠調到輝達的這個 Blackwell 跟未來 Rubin，甚至包括現在我們都知道 Google 自己在做晶片，未來可能會直接跟黃仁勳一起來對抗，還有 AMD 的這些晶片，所以我覺得現在大家特別注意哦，所謂的這些重點已經不再是2奈米。首先，半導體晶片跟 AI 晶片這是2個完全不同的方向。以華為來說，主要是放在特別是新海來的投資。華為現在那麼多的專利，主要就是這一代的半導體，我們不要講下一代的這個新材料，它要全部繞過，包括艾斯摩爾繞過美國這個幾百幾千樣的部分的專利，很不容易。但是你說不可能嗎？可能哦，因為現在我們都知道，華為自己本身的專利的技術很強，不只是它現在這個晶片，你要知道它最厲害的專利是6G 通訊，而且它包括做智能車，包括它的鴻蒙系統，乃至於它在採礦養豬，你可以想到全中國現在在應用的東西，包括無人機的很多系統，華為都在裡面哈。而且現在國家要用華為的這個底層的系統，所以呢，這些華為的全面的專利所構築的是跟中國這個國家量身定制在一起。而且我們必須得知道說，最近其實所有的這種晶片也大家越來越有類似像中國大陸現在用 DUV， 它就用重複曝光技術，那連台積電自己現在也都用這種小晶片的堆疊技術，哈，包括 CoWoS 這些堆疊技術，也就是說，這裡頭不再是在競爭這個2奈米、3奈米，最近大家不再多談，因為有新的技術，而且這是半導體晶片哦。如果我們就 AI 晶片來說，現在更重要，中國在發展一個晶片爛一點沒關係，可是它在整個所謂的雲。AI 雲或雲算力這個架構裡頭會有新的軟體的寫作方式，我可以把你晶片，如果現在我用爛晶片，但我的爛晶片可以體現出全部的功能，包括現在如果你 H200可以買到，它現在新的這個框架就不是用輝達的框架，是自己開發的框架，所以過去輝達晶片大家都知道，我們在台灣用可能只能用它40%的功能，而中國大陸就要把它逼到80%、90%，我們就這樣超頻，或者等於是把它就 optimize 到現在的功能，所以中國大陸透過它發展其他配套的軟體，即使晶片是比較弱，所以今天全面的攻伐來講，基本上還是以華為為它的整體的發展，無論軟體、硬體的部分的總核心。因此，我相信 H200雖然應該有可能看你妹子買一點點，但它不可能從此放棄中國自己搭建全方位半導體跟 AI 晶片的國家戰略。好，中國大陸在科技戰上面全方位的發展哦，包括发展也非常的快速，所以這一回呢，川普在科技戰上面看起來是讓步哦，有所解禁 H200，但是在這個貿易戰上，川普恐怕是沒有料到，因為呢，本來是希望用關稅來鎖死中國大陸的，結果沒有想到現在出現了一個最新的數據，反而是有利中國大陸的，也就是中國大陸最新貿易逆差首次創下新高，突破了1兆美元，讓美國被害慘了。因為關稅的關係，美國的物價暴漲，然後通膨失控。我們來看。
看到幾項最新的數據，第一個，中國大陸2025光是前11個月貿易逆差，剛剛提到了突破1兆美元，史上第一。第二件事情，他們對於美國的出口其實下降幅度高達20%的，對美國的採購也同樣是下降了。但是呢，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問題有沒有解決？其實是沒有的，仍然是達到3倍。剛剛講了，還有造成的是美國的物價上漲，包括了現在漲最多的就是他們的天然氣漲幅70%，牛肉上漲16.6%，那麼牛絞肉也有12.9%的一個幅度，45%的美國人已經痛批說，生鮮食物實在是貴到他們已經難以負荷了。怎麼回事？本來要打中國大陸的這個關稅戰，怎麼越打越強？大使怎麼看？因為美國雖然那個農產品很豐富，它很多也是進口的。比如說，它這個牛油果哈，就是我們叫什麼这個那個大陸叫牛油果，台灣叫什麼？avocado 都想不起来。酪梨，它全部墨西哥的。对，加州也有，基本上都墨西哥。川普把墨西哥農產品給你加15%，你的市場價格是不是貴？對，還有很多這些東西都是鄰近國家的。連牛肉，我們後來發現，美國比較平價的牛肉很多是買巴西的，巴西給人家 charge 25%。对，你說美國的這個物價能不貴嗎？所以我們認為美國是產大豆、產大麥，什麼都外銷，可是很多農產品也是進口的，包括肉品都進口的。所以現在我覺得美國的這個問題就變成就是說，政府抽稅抽太重了啦。你政府抽稅抽重了以後，物價自然上漲。因為川普說我這個關稅是抽外國政府，是外國政府跟我交稅，那是騙人的。你的稅收是老百姓交。我跟你講，關稅是誰收進去了？你知道？關稅是美國政府收的。你是錢交給美國政府，美國老百姓的稅呢，也是交給美國政府，對不對？沒有錯。你知道現在國際貿易的基本上的這個作為是什麼？關稅部分都由進口商出，對，沒有出口商在出關稅的。這個叫什麼？這叫 FOB。FOB 的在國際上叫離岸價格。我這個價格報你就是離岸，我把它送上船以後的後面事就是你進口，你買的人負責了。買的進口商他當然他要付關稅，在哪裡付？不是離岸的時候付啊，是近岸的時候才去付關稅啊。所以這個稅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什麼？其實絕大部分都是進口商在付。那進口商他有時候說，我這個稅很重啊，你出口的時候你分攤一點好不好？你吸收15%好不好？你吸收8%好，那沒有問題，那你就賣便宜一點可以。可是問題大部分關稅還是進口商在付啊。對。那問題，所以這些錢都被誰收去啊？美國的進口商稅交給誰？交給美國政府。美國老百姓稅交給什麼？所以美國老百姓過去只要交稅，關稅美國平均關稅已經2%而已啊。現在美國平均關稅搞到人家都是要人家怎麼？都是要給到多少？15%。日本的都是15%，韓國15%，我們台灣是20%嘛，25%，印度是50%，對不對？現在這個墨西哥、加拿大都是都是很高的關稅，所以你稅重了，最後誰出？消費者，所以到市場的時候價格都往上走。那怪誰呢？怪美國政府啊。另外一方面，美國基本上它的這個債越借越多。其實它的債越借多，你的美國人的所謂的怎麼講？他的這個他用高利息的結果，美國人說實話，每個月1號就在寫支票，付什麼車貸、房貸啊，家裡的那個音響貸，然後買什麼都是分期付款，每一個都有利息。然後美國還有什麼循環利息，那個信用卡的貸款。那美國的利息這麼高，那老百姓真的是負擔的重得不得了。中國大陸很簡單啊，中國大陸說實話，美國最近一個記錄說，他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度從4.5%，GDP 4%到現在已經降成2.2%了。意思就是說不依賴美國市場。然後呢，在俄羅斯、中東、南亞、東協、非洲市場全部遍地開花，它分散市場了。對。好，謝謝大使。那我們休息一下，馬上回來。地缘政治、美中之爭、戰略價值、強權崛起、小國生存，
現在與未來，洞悉事件走向，掌握世界脈動，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。